我做了个梦，梦到我得了胃癌，儿子把我关在小黑屋，看着我活活痛死。他说我又老又丑，还会管着他，不像方阿姨，年轻漂亮又温柔。怪不得爸爸会离婚娶方阿姨，换我也不要你。梦中醒来，看着叫嚷着要小三做妈妈的儿子，我选择满足他。可等小三真的上位，儿子却跪在我面前，求我把他带走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丑八怪，你做的这是人吃的东西吗？儿子孙浩大吼大叫着，他伸手把我辛苦做了1个多小时的饭菜扫到地上。我说了，我要吃炸鸡，我要喝可乐。你是耳朵聋了吗？难怪爸爸讨厌你，像你这样总是多管闲事的丑八怪，就该去死。孙浩的诅咒让我的心冷了下来。就在刚才，我做了个梦，梦到我和孙家栋离婚了。我和孙家栋是大学同学，一毕业就结婚。婚后，我生下了孙浩。有了孩子后，孙家栋以保姆照顾不周为由，让我回归家庭，而他则接手我一手创立的公司。后面以方便做事为由，让我把所有权转给他。我虽然觉得不大好，但当时恋爱上脑，也就答应了孙家栋。最开始倒也还好，可随着时间过去，孙家栋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，甚至开始夜不归宿。就在我察觉不对劲的时候，孙家栋直接起诉离婚。我不愿意，孙家栋就以孙浩威胁。在孙浩一声声的哭求中，我净身出户。孙家栋得意地搂着女人，江倩，只要你跪下来求我，我就勉强让你留下。当然，你可别肖想我，像你这样又老又丑的女人，只配给我洗脚。我哪能受这气？打了孙家栋1巴掌，就带着哭嚎着要留下的孙浩离开孙家。为了养活孙浩，我努力工作，跑业务，喝酒喝得胃出血。在我不懈努力下，总算小有成就。孙浩也慢慢接受了现实。眼见着孙浩考上大学，我以为可以卸下身上重担，不想因为常年饮食不规律的缘故，我确诊了胃癌。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孙浩，孙浩不仅没有伤心，反倒大笑着说我活该。他表情狰狞地和我说，我的管教让他压抑，说他早就恨不得我死。不顾我的祈求，孙浩把我关在家里，切断了我对外的一切联系。同时，他把孙家栋接回了家。孙家栋得意地看着虚弱的我，还真是要谢谢你给我养了个好儿子，以后啊，我可要好好享福了。也是这个时候，我才知道孙家栋的公司早就因为经营不善倒闭。这些年，他和他那小三竟都靠着孙浩养着。我恨，却无能为力。这一家畜生住着我的房子，花着我的钱，却把病重的我关在地下室，看着我活活痛死。丑八怪，发什么呆？快点给我买吃的去！孙浩大声叫嚷，拉回了我的思绪。我平静地看着我一手带大的孩子。这些年，我自认为对他管教严厉，偏偏老孙家的根是坏的，自私自利就是他的本性。这样的儿子，不值得我再为他投入一丁点心血。你的饭在地上，要么捡起来吃，要么就饿着吧。孙浩表情错愕，你让我捡垃圾吃？垃圾当然只配吃垃圾。我不理会他，掏出手机给自己点外卖。孙浩父子的胃都不好，这些年为了照顾这父子俩，我只能选择清淡的饮食。可今天过后，我要为自己而活，吃自己想吃的，做自己想做的。孙浩气得跳脚，嘴上骂骂咧咧，却拿我没了办法。我的外卖很快就送上门，香气让孙浩不停咽口水，他脸上尽显得意，那模样像认定我是为了他才点的外卖般。孙浩故作姿态地坐在沙发上，等着我去哄。
我只当没有看到孙浩。拆开包装后，拿出里面的麻辣小龙虾，慢条斯理地咀嚼起来。眼见着我已经吃了大半，孙浩坐不住了：“你要是现在来求我，我可以勉强吃一点，我宁愿喂狗都不会给你吃。”孙浩也才6岁，被我这么一说，他顿时红了眼眶，气愤地跑回房间，还不忘重重地关上房门。我就当没有看到，把东西吃完后，拿着孙家栋的卡就出了门，来到商场给自己买。这些年，我为了这个家，每天兢兢业业，不敢乱花1分钱，穿的衣服更是便宜的地摊货。却不想孙家栋背着我偷偷在外面养女人，什么金银首饰、品牌包包跟不要钱的似的送给那小三，倒显得我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是那么可笑，像是发泄般，只要适合我的，无论价格，我眼不眨的付款，直到把信用卡刷爆，这才停下。拎着战利品，我心情愉悦地走出商场。与此同时，孙家栋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想来是收到消费短信了吧。知道对方没什么好话，我不仅没接他的电话，还把他给拉黑了。做完一切，我去找私家侦探帮我盯紧孙家栋，自己则去查孙家栋这些年的流水。等忙完回家，已经是晚上。刚走进家门，就看到依偎在沙发上的2道身影。男的是1个月回来不到2次的孙家栋，至于女的，则是我的好闺蜜兼孙家栋的秘书方磊。2人听到声音迅速分开。孙家栋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你跑去哪里疯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你知不知道浩浩一个人在家里饿了1天？要是饿出个好歹，我看你也别活了。”孙浩正在一边打游戏，听罢幸灾乐祸地对我吐舌头，看样子他很乐意看到孙家栋骂我。平心而论，年轻的孙家栋长得是不错，剑眉星目，高大威猛。可如今人到中年，那啤酒肚已经隐隐显露，头顶也日渐稀疏，油腻感扑面而来。这副模样，也不知道方磊怎么吃得下去。谁说我没做饭？地上这些不就是……我指着中午被孙浩扫到地上的饭菜。孙浩气得跳脚：“你为什么每天都逼我吃不喜欢的东西？像你这样的坏人，根本不配做我的妈妈。那你去找别人做妈妈。”我无所谓的开口，内心筑起高墙。孙浩的话伤不了我半分。孙浩嘴巴一鼓一鼓的，孙家栋啧啧2声：“你看你做人有多失败，连儿子都不要你。”其实孙浩讨厌我也是有原因的。我知道他胃不好，吃食上面管控得很严格。除此外，每次孙浩做错事，我都会严厉批评。相较我这个严母，孙家栋扮演的则是好爸爸。我不给孙浩吃的，孙家栋就偷偷买，还和孙浩在背地里说我是只会吃独食的坏妈妈。久而久之，孙浩对我的印象越来越差，甚至到了出口成脏的地步。你们孙家的孩子，我不稀罕。孙家栋只当我在说气话，便没有放在心上。不说浩浩的事，你今天都去外面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信用卡被刷爆了？我指着丢在地上的购物袋：“当然是买东西。你把我辛辛苦苦赚的钱拿来买这些垃圾。”孙家栋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，方磊也黑着脸：“倩倩，不是我说你，家栋哥赚钱也不容易，你怎么能这么挥霍，一点都不为这个家着想？我花我老公的钱，还轮不到你来品头论足吧？若放在以前，或许我会以为方磊真是为我着想，但现在嘛，我只觉得恶心。我还没和孙家栋离婚呢，方磊就惦记上我的婚内财产了。”方磊没想到我会对他，脸色顿时白了白，随即眼圈一红：“你每天就待在家里，哪里知道赚钱的苦？我也是心疼家栋哥，才会说你2句。
说完不忘含情脉脉看着孙家栋。孙家栋安抚地摸了下方磊的手，随即朝着我吼道：“你看看你现在的模样，和泼妇有什么两样？就不能像磊磊一样温柔懂事，多为我着想吗？我要吐了！这对渣男贱女，当真让人恶心透顶。”说来，方磊毕业的时候，还是我引荐进孙家栋公司的，却没想到竟是引狼入室，是挺懂事的。不仅白天跟你跑进跑出，晚上还在床上伺候你。我这话让两人同时变了脸。方磊惊讶之余又有点窃喜，这些年他明里暗里地透露他和孙家栋的关系，时不时说有人送他金银首饰，可惜我榆木脑袋，根本没有发现端倪。孙家栋则心虚地抿着嘴，但像是想到什么，他又理直气壮起来道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每天辛苦工作，还要被你这么怀疑？既然这样，我们离婚吧。”被我挑破，孙家栋竟破罐子破摔，把离婚的日期提前了。不过也是，孙家栋本就想离婚，如今见我发现他和方磊的奸情，自然是想趁机了断。孙浩听到孙家栋要和我离婚，激动的脸都红了。太好了，爸爸，你快和这丑八怪离婚！你都不知道，同学都笑话我有这么个妈妈。等离婚后，我要让方阿姨做我的妈妈。孙浩兴奋地看着方磊，方磊嘴角上翘，手温柔地搂着孙浩，俨然一副母子情深的模样。我看着孙浩那傻子，露出嘲讽来：“想离婚可以，给我一套房子和1000万，公司一年盈利大概200万。结婚的这6年来，除了我现在居住的房子外，孙家栋还背着我在外购置了一套房子，那套房子现在是方磊在住。我也不管孙家栋转移了多少资产，反正我要的，他一分都不能少了我。”方磊急了，开口想要说什么，却被孙家栋给拦住。孙家栋道：“钱的事放一边，真要离婚，我是绝不可能把浩浩给你的。”他表情严肃，眼底却都是得意。显然，他是觉得我不会放弃孙浩的抚养权。看着孙浩因为孙家栋的话感动，我毫不犹豫地点头：“可以。”孙家栋的身体僵硬：“你不要浩浩，孙浩跟着你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虽然舍不得，但为了他好，只能放弃。”我叹了口气，仿佛真舍不得孙浩一般。孙家栋彻底傻眼了。方磊脸上温柔的面具也随着皲裂。浩浩可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你为了钱居然能狠心的抛下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我相信孙家栋一定能照顾好浩浩。我直接一句话堵回去。孙浩嘟着嘴：“爸爸，我才不要跟着这个丑八怪，你快点把钱给他，让他滚。我是1分钟都不想看到他。”孙家栋一时间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离婚的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。再说了，倩倩可能是一时脑子热，才会说出这样的胡话。等双方冷静后再谈吧。方磊扯了扯孙家栋的衣服，孙家栋连连应是，随后找了个由头，拉着方磊往外走，也不顾孙浩不满的呼唤。孙浩气得直跺脚，看着我的眼里冒着火：“丑八怪，爸爸不要你，你就等着被赶出家门吧。”我没理会这个脑残，第2天一早就到法院起诉离婚，同时递交了孙家栋这些年为方磊花钱的流水，这些可都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有权利追回。这边刚弄好，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虽说是个陌生号码，但不用猜都知道是孙家栋。我直接拉黑，对方打一个过来，我就拉黑一个，见联系不到我，孙家栋当天晚上就找上门。多年夫妻，你就非要做得这么绝？这次他没有带方磊，显然是为了打感情牌，说的好像出轨的不是你。
我把私家侦探拍的照片摔到孙家栋脸上，整整一叠照片，里面有孙家栋和方磊在车上拥吻的，还有两人相拥一起逛街的甜蜜恩爱的模样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方磊才是孙家栋的老婆。你跟踪我？孙家栋眼神凶狠。你要是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，还怕我跟踪你？现在我手里握着你出轨的证据，真闹大了。我不仅能分走你一半的钱，连带着公司都会受到波及。你可要考虑清楚，到时候你损失的可就不是几百万的事了。孙家栋气得操起东西就往地上砸，等把房间里能砸的东西都砸完，他才冷静下来。事实上，这些年他已经把资产转移，名下的钱不过几十万，若走正常流程，我不要孙浩的情况下，顶多能分个10来万。但现在我握着证据，再加上我这些年的雷厉手段，孙家栋就只能三思了。冷静想通一切的孙家栋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你可别后悔，离婚后我不会再让你见浩浩。”我心里求之不得，面上却露出些许惶恐来。孙家栋心里好受了些，他是等着看我后悔呢。毕竟他知道我有多宠爱孙浩这个儿子。虽说孙家栋不情不愿，但最终还是和我去办理了离婚手续。从民政局走出来的那瞬间，我只觉得浑身一松，那禁锢着我的枷锁在这一刻解开了。方磊和孙浩就在民政局门口等着，见孙家栋出来，两人忙迎了过去。家栋哥，恭喜你脱离苦海。方磊献上一记香吻，我一定要告诉所有人，以后方阿姨就是我的妈妈。孙浩朝着我的方向做了个鬼脸。倩倩，谢谢你放过家栋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照顾家栋哥和浩浩的。方磊眼里都是挑衅，手放在平坦的肚子上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我怀孕了，以后啊，浩浩会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作伴。孙家栋一扫心底的阴霾，小心翼翼地搂着方磊。孙浩也高兴地在旁边蹦跶，嚷嚷着要出去庆祝。看来孙浩还不明白，没有我，他将会面对什么样的人生。我拭目以待。以前的我每天围着孙家栋和孙浩转，如今和这两人分开，我整个人都闲了下来。我也不委屈自己，给自己买漂亮的衣服，画上精致的妆容，然后拖着行李去旅游，把之前想去但没去成的地方都玩了一遍。等回来已经是1个月后，我的心情调整好，整个人脱胎换骨般，看起来起码年轻了10岁。刚到小区门口，就看到蹲在一边的孙浩。孙浩也看到了我，他立马跑到我的身边，抬高下巴，颐指气使地道：“你这个坏女人，拿了我的钱就跑，你快点把钱还给我。”我打量着孙浩，短短1个月没见，孙浩看起来胖了一大圈，与其说是胖，倒不如说是浮肿。除此外，他眼底青黑，瞧着竟有些病态。若放在以前，我会心疼，甚至会找上门和孙家栋理论。现在吗？我是完全无感。谁拿你的钱了？当然是你从爸爸那里拿的钱。你知不知道，都是因为你抢了爸爸的钱，爸爸都不给我买最新款手机了。孙浩黑着一张脸，仿佛真是我欠了他一般。是你爸爸让你来的？孙浩眼神躲闪，梗着脖子道：“不用你管，我都主动来找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再不把钱给我，我就不认你这个妈妈。”那语气仿佛笃定我会被他威胁住。哦，那你还是别认我吧，这样的白眼狼我可不敢要。说着，我就往小区里走。孙浩想来拦我，被我躲过。等进了小区，我直接嘱咐物业，以后不准放孙浩进来。孙浩气得跳脚，却只能看着我一步步离开，脱离了这些烦人精。我准备好好搞事业，同时
也该让孙家栋付出代价。孙家栋的公司是我创立的，他为了把公司掌握在手里，把跟随我创建公司的老员工开了大半。我用了3天的时间和这些老员工取得了联系，并且开出高额薪资，承诺给予一定股份，把他们聘请回来。这些人心里也是憋着一股气，准备干一番事业，让孙家栋那狗杂种后悔当初的决定。抱着这样的心态，大家伙热情高涨，我负责把控，顺带把我所知道的有关未来游戏的发展揉碎了和他们描述。这些本就是技术骨干，不过半个月就有一款小游戏诞生。本是抱着试水的心态，却没想到这小游戏居然爆了，这可给公司员工们激动坏了，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般，更加卖力的研发。终于在半年后研发出以《西游记》为原型的手游。这款手游不仅有热血激情的剧情走向，还有唯美动人的爱情故事，再加上精美的特效，几乎刚上新就吸引了所有人，甚至到了每5个人就有1个人在玩的地步。看着直线上升的数据，我特意提前给大家发了奖金，听着众人的欢呼，我的心情也相当的好。当晚叫上公司里的员工一起到外面聚餐，见大家吃的差不多，我就想下楼买单，却没想到出门没看黄历，竟在楼梯口碰到了方磊和孙家栋。方磊穿着白色长裙，他的肚子高高鼓起，瞧着快要临盆。本来有些憔悴的他，在看到我的时候，他立马挺直腰板。他嗅了嗅空气中的酒味，讥笑着把手抵在鼻子下面。倩倩，没想到你离开家栋哥，竟做起陪酒女。孙家栋看我的眼神也透着轻蔑，我只当没有看到这2渣男贱女，想要越过他们下楼，却不想方磊再次挡住我的去路。虽说你以前很是清高，还老是看不上我，但我这人心善，只要你跪下来磕头，磕满100个，我就给你双倍的报酬。方磊嘲弄的语气让我恼火，别逼我扇你。讲真，要不是方磊怀着孕，我早就上手了。方磊丝毫没有放在心上，柔柔地依偎在孙家栋怀里。家栋哥，你看他，我好心好意，他竟还凶我。孙家栋最吃他这套，看我的眼神淬了毒。你个下贱货，谁给你胆子凶我老婆？他特意加重老婆2个字，我忍不住一脚朝着他的腹部踹去。看着他弓着身体，我冷声道：嘴巴放干净点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你敢打人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方磊急忙护着孙家栋，孙家栋一手把方磊推开，眼里都快冒出火来。此时安保也发现这边的不对劲，正朝着这边走来。孙家栋咬牙切齿道：我可是你们酒店的高级 VIP， 这贱人打了我，你快点把他赶出去，从今往后不准他出现在这里。方磊笑盈盈地瞥了我一眼，他等着看我被赶出去的狼狈画面，小人得势的模样，让我恨不得回到当初，给那个烂好心的自己一巴掌。我和方磊是高中同学，方磊家很穷，穷到连卫生巾都要捡别人不要的用，这导致他的性格自卑孤僻。我知道他家境后，总会买他需要的东西给他，为了维护他脆弱的自尊，扬言这些是我用不到的。却没想到方磊一边享受我带给他的一切，一边在心里怨恨我。我看向满脸为难的安保，把人请出去吧。安保立马来了精神，他叫上其他几个同事，把方磊和孙家栋团团围住。孙家栋瞪着安保，为了个陪酒女得罪我这个大客户，我看你们是不想在这里干了，把你们经理给我叫出来。叫经理也没用，江小姐可是我们大老板的妹妹，
安保边说边把孙家栋和方磊推搡着出了酒店。孙家栋自拟是有身份的人，根本做不出在地上撒泼打滚的举动。他是真没想到这酒店的大老板和我有关系，毕竟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有关我娘家的一切。孙家栋心里不是滋味，看方磊也越发不顺眼，觉得是方磊害他在人前丢脸。他一巴掌甩到方磊脸上，没事找事就不能安分点吗？方磊捂着脸，他不敢朝孙家栋撒气，只朝着我投来怨恨的眼神。我便不在意，在我看来，这对渣男贱女已经蹦跶不了多久。很快的，这个契机就来了。孙家栋所在公司的一款游戏存在诱导孩子充值的现象，本来也没什么。问题是有一个小学生趁着父母不注意，把父母存了几十年准备买房子的钱全部充值到游戏里。父母知道后，立马找到客服要求退还，但客服直言退不了。这父母立马哭天抢地，找到了记者诉说他们的不容易，同时痛斥游戏害死人。这事情爆料出来后，接连又有不少学生家长出来说话。除了这款游戏外，公司里其他几款游戏也存在这种现象。同时还有家长说游戏涉黄，玩了游戏后孩子明显早熟，甚至做出猥亵女同学的举动。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，游戏被封，公司被彻查，一时间公司股价暴跌。当然，这其中少不了我的手笔。为了让孙家栋付出代价，我可是花了不少钱，不仅买通记者，还让这件事在热搜上面挂了2天，热度太高，根本没有人敢帮孙家栋。为此，孙家栋险些崩溃，走投无路的他在我的公司楼下堵住了我，一改之前的意气风发。此时的孙家栋头发乱糟糟，倩倩，你帮帮我。我当作没看到他，想要绕过他，不想孙家栋直接扑在我的脚边。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我一定不会再见方磊那个贱人。这辈子我就只有你一个女人，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，你再纠缠我，我就报警。我往楼上走去，孙家栋拦着我的路，不依不饶。你不是最爱我吗？就算你不愿意帮我，给我钱也行。我没有回答，直接掏出手机按下报警电话。孙家栋对警局还有些发怵，他伸手就要抢我的手机，就算不是为了我，为了浩浩也行。我一脚踹在孙家栋腹部，把他踢出几步远。你给滚！孙家栋摔坐在地上，他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是你逼我的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他颤颤巍巍地走了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便没有惧怕，径直回了公司。到了公司，就听员工在讨论孙家栋，大家伙七嘴八舌，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味。公司刚出事，方磊就卷了孙家栋的钱跑了，孙家栋哪里愿意吃这个哑巴亏，立马让人截住方磊，两人在机场大打出手。最后，方磊被孙家栋一脚踹倒在地，肚子里的宝宝竟被生生踹了出来。方磊血流不止，不仅孩子没了，连带着子宫也坏死。知道这个消息的方磊在医院大哭大闹。对于自身没有本事，一直以来都依靠男人而活的方磊来说，没了子宫就等于没法找男人嫁。他这辈子也算是完了。他吵着要让孙家栋付出代价。他和孙家栋是夫妻，虽说这次的事情闹得大了点，但这也算是家庭纠纷。警察只让他们内部调解，真调解不了再立案调查。方磊起先还坚持送孙家栋坐牢，但等孙家栋提出要把钱全部要回来，他犹豫了。最终他还是签下了谅解书。孙家栋虽然没有坐牢，但从警局里出来后，他偏激了许多。
几个老员工和我交情深，知道孙家栋来找过我，他们立马担心起来。老板，那孙子憋着坏呢，你可要小心点，不然这段时间我们轮流陪你吧。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。就在这个节骨眼，网上一则视频火了。视频里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，小男孩脸脏兮兮的，他面对着镜头，眼里都是泪水。妈妈，我和爸爸都好想你，你快点回家吧。可怜的模样，瞬间让广大网友心酸。随后，众人自发开始讨论起孩子妈妈的去向。一个以知情者自居的人在视频底下留言：孩子爸爸公司倒闭了，孩子妈妈当天就跑路，把孩子丢给孩子爸爸，孩子爸爸被打击得一蹶不振，根本没心思管孩子。这可怜的孩子现在几乎每天都饿肚子，这妈妈根本就不是个东西。她不仅跑了，还把钱卷走，这么恶毒的女人就该下18层地狱。众人同情这对父子，更害怕视频里的爸爸因为受打击选择轻生，让这可怜孩子变成无父无母的孤儿。为此，网友们自发捐款，短短几天就筹集了10多万。方磊本就没有别的出路，如今见孙家栋父子在网上混得风生水起，立马加入孙家栋的阵营。他和孙浩一同出镜，帮孙浩洗脸擦手，又撸起袖子打扫卫生，边干活边对着镜头说道：谢谢大家对浩浩的喜爱，浩浩从小就没有得到过母爱，从今往后我一定会代替他的妈妈好好照顾他。孙浩适时露出感动的表情，场面满满的温馨。为了得到网友更多的关注和同情，他们不遗余力地把我塑造成一个爱财如命、为了钱抛夫弃子的人。在热度攀到最高的时候，方磊趁机开始直播带货。就在这个节骨眼，有人扒出我的身份来，众人在网上咒骂我，更有人自诩正义使者，竟然往我的小区丢臭鸡蛋和烂菜叶。公司也因为这件事受到严重影响，员工们愁云惨淡。我紧紧盯着屏幕上的方磊，笑容加深。看来是时候收网了。我注册一个账号，也跟着直播，标题是“抛夫弃子背后的真相”。知道我是浩浩妈妈的网友疯狂涌入直播间，他们在底下留言，污言秽语不断。我便没有理会这些话，而是盯着在看人数。在人数达到5位数后，我默默地把孙家栋出轨方磊的照片贴在了墙上，让网友们能够清楚地看到。同时还把孙浩咒骂我的视频以及孙家栋威胁我给钱的视频一一播放。我早就防着这两父子，为此我在家里安装了监控，这不派上用场了。我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是沉默着把证据一样一样拿出来。网友们看着这些视频，立马把矛头指向了孙家栋3人。当然还有人觉得孙浩是我的孩子，无论孙浩做什么，我都该无条件包容。好在大多数人脑子还是清醒的，他们涌到方磊的直播间。起先进来了一堆人，方磊还沾沾自喜，可在看到留言后，他的脸色顿时苍白起来。他无力地辩解了几句，见网友不买账，顿时手足无措，直播间被骂到关闭。供货商看此情景，纷纷要和方磊解约，且要方磊等人赔偿高额违约金。本来公司出事，孙家栋还存了点钱和一套房子，如今全都搭了进去，一家3口被赶出家门，只得露宿街头。孙家栋看方磊的眼神仿佛在看仇人，你个贱人，要不是你，我会落到今天的下场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屁点本事没有，还在我面前装什么？早知道你是这样的窝囊废，当初我就不该和你在一起。方磊虽说家世不行，
但自身条件还是可以的。若非和孙家栋在一起，他能找个不错的男人。孙家栋气得牙痒痒，同时心里也后悔不已。早知今日，当初他就不该和方磊这贱人在一起。如果他没有背叛家庭，就不会落得如今的下场。两人互相埋怨，吵到激烈处，甚至不惜大打出手。至于孙浩，更是成了两人的出气筒，哪一方吵输了，就打孙浩出气。短短几天，孙浩身上青一片紫一片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孙浩腹痛不止，额头渗出冷汗。爸爸，我好痛。方磊尖声道：我们可没钱给你治。孙家栋也犹豫，但这是自个儿唯一的儿子，以后老了还指望孙浩养老。想到这，他带着孙浩去了医院。可在知道孙浩的病情需要手术后，他偷偷溜走了。我收到消息，已经是3天后，警察打电话给我，说是他们联系不上孙家栋，只能让我来接孙浩。孙浩因为不注意饮食，导致急性肠胃炎，因为情况紧急，医院已经给做了手术。这会我过来，医院让我补交欠费，顺带把孙浩带走。交钱可以，但绝不可能带走孙浩。孙浩看到我，立马从病床上爬起来，跪到了我的面前，手紧紧攥着我的衣服，可怜兮兮地道：妈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带我走吧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。孙浩是孙家的人，虽说孙家栋不见了，但他不是还有爷爷奶奶？我看着带我过来的警察道：当然，我会按照法律规定给予他抚养费。孙浩急了：你不能这么对我，爷爷奶奶住的那是人住的地方吗？我要真去了乡下，这辈子就真的完了。我眉头蹙起，眼睛紧紧盯着孙浩，试探性地道：你不是说我的管教会让你压抑吗？我说的都是胡话。以前我是被孙家栋给骗了，我现在才知道对我最好的人是你。孙浩激动地看着我，眼里都是期待，期待我留下他。可是怎么可能？我直勾勾看着孙浩，几乎可以确定孙浩也重生了。毕竟若不是重生，怎么可能知道他当初和我说过的话？又怎么知道爷爷奶奶居住的环境？毕竟6岁的孙家栋可一次都没回过孙家栋的老家。虽然不知道孙浩为什么也重生，但这些都和我没关系了。最终我没有留下孙浩，而是交代警察把孙浩送回老家。至于在医院的费用，就当是我最后的施舍，往后余生各自安好。孙浩拼命挣扎，他不相信我会这么对他。在他心里，我还是那个为了他可以放弃一切的妈妈。可惜他年纪还小，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。他在医院住了1个星期，就被警察遣送回了孙家栋的老家。我再次听到孙家栋等人的消息，已经是好几年后了。消息是在网上看到的，标题很是炸裂：一家3口惨遭毒手，凶手竟是10岁的他。孙家栋在城市里待了一段时间，起先他也起了找工作的心思，可做过几年老板的他，高不成低不就的，慢慢的连吃饭的钱都没有。方磊和孙家栋吵了许多次，见孙家栋不改，连夜便跑了。孙家栋在城市待不下去，也就收拾包裹回了老家。孙家栋的父母已经60多岁，养一个孙浩都觉得累了，更别提还多一个每天借酒消愁的孙家栋。慢慢的，2位老人力不从心起来，没钱喝酒的孙家栋把主意打到孙浩身上。村里有一个好南风的老光棍，孙家栋1000块钱就把孙浩送到老光棍的床上。听说孙浩被折磨得体无完肤，若只是普通孩子，或许除了哭也就没了别的办法。偏偏孙浩是重生的，回家后他表现得很平静。孙家栋放下心来，
哼着取回了房间，心里还在盘算着，等钱花完就让孙浩再给他赚一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孙浩掏出匕首，刺入了孙家栋的后背。孙家栋吃疼，想要反击，但孙浩如同发疯般拔出匕首，又扎入他的腹部，接连在孙家栋身上捅了20多刀。孙父孙母听到动静过来查看，也没有逃过杀红眼的孙浩毒手。这件事闹得很大，不仅上了头条，还在网上引起热议。又过了几日，警察打电话给我，说孙浩想要见我，我没有去见他，只让警察替我转述。前世今生，我不欠他。等警察同志离开，我安静地看着窗外的夕阳，前路漫漫亦灿灿，人生海海皆星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